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大家猜猜看，我后面这个植物是什么东西？大家猜，我是第一次见到，以前在图片中见到过，但是呢，今天第一次见到实物。这是大麻，因为2024年去年开始，德国大麻合法化了，所以呢，很多德国人在家里或者是在他们的花园里，现在种大麻。我现在柏林，这个家里的主人告诉我，他的邻居出去度假了，所以呢，把他那个大麻放到他这里帮照看。他回来之后呢，又会捧回去。而且我不知道到底德国人他的家里或者什么地方种了多少。以前有的报道说，有的人呢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种满了，因为按照德国法律，据我所知，每个人只准种3株，但是谁去检查呢？对吧？所以真正的数目可能要比官方允许的大得多。我又来柏林了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每一次我出门跟家里感觉不一样。出来之后，所见所闻，让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洗礼。因为你见到的、看到的，会让你有一些想法，有些对比。这次来柏林跟以前也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这次来呢，比我上2次更脏了。当然，大家不要误解我啊，德国总体来说是个非常不错的国家，也是个相当发达的国家，跟全世界横向比啊。但是，如果你看到柏林这些画面，反正我是这样。我一次次问自己，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吗？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？因为大家看画面也知道，我一出门给大家拍的就是这东西，它的街道的面貌，它的清洁度，还有无处不在的涂鸦，还有比如说地铁口啊，还有街上啊，有些地方那些人无家可归者，有些可能是酒鬼，有些可能是瘾君子，等等等等。反正呢，他们居无定所，就露宿街头，有的是直接在地铁站外面。然后呢，我就问，那一个国家的领导，一个国家的政府，他的职责是什么？诚然，有些是瘾君子，对吧？但是一个国家有多少无家可归者，有多少瘾君子？难道政府没有责任吗？政府有很大的责任。比如说大漂亮，他的无家可归者，可能它的比例比德国更多。即使是德国所谓的福利国家，它的福利相当优厚了，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露宿街头？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吗？如果法律更加严格一些，然后呢，它的各个部门把它协调起来，大家齐心协力解决问题，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。但是德国还有其他我见过的所有这些国家，我去过的啊，大部分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。比如说南美国家，像哥伦比亚呀、巴西呀、阿根廷呀这些国家，我都去过。他们的情况像这种无家可归者，跟德国也差不多，甚至巴西无家可归者，我觉得比德国更多，都解决不了。不管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也好，都解决不了。唯一我看见能解决的就是中国内地、中国大陆。德国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，还有瘾君子等等等等，德国还到处装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样子，比如说对中国啊，指着中国的鼻子说话。德国，你们也知道，现在呢，新的那个外交部长，前段时间到日本啊、印尼去访问，从头到尾都在对着中国说狠话呀。在日本的时候，跟日本沆瀣一气，2个都是2战的时候邪恶轴心国。到了日本，他们抱团取暖，然后呢，德国新外长说，中国呀咄咄逼人，具有侵略性，破坏台海的安全，破坏南海、东海等等。然后到了印尼，也是重复同样的话，警告中国啊，你德国有什么权利？一个2战战败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，我肯定说你德国闭嘴，你给我滚回去。像这个情商那么低的人，能够当一个德国外交部长，那就说明像这种选举体制有非常大的问题。他的前任
就是那个360度外长也一样，一个草包，文凭可能作假的，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人，上台之后与现在这个德国新外交部长几乎一样，只不过呢，这个人给人外表看更加沉稳一些，但是他对中国讲话的实质一点都没变。还有德国新总理也一样，对中国也是没有任何的敏感性，因为中国从这个经济来说，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如果是按照真正的购买力这种来看，中国早就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了，而且中德之间有那么深的这个经济联系，还有德国的汽车化学等等工业，对吧？完全是依赖中国的。但是你看，你德国的总理也好，还有外交部长也好，老是呢背刺中国啊。如果是聪明的人，是不是应该把中国捧起来，对吧？你的最大的给你饭吃的人呢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为什么德国人，为什么欧洲人，为什么白人，他们是这样的？难道真的是像一些人类学家说的啊？你看中国人智商是最高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像德国的智商其实不高，他100都不到，在世界上属于中等。那是不是真的应验了人类学家关于智商的这个有区别的问题？你智商不高，那你办事的时候就没有像我们中国智商高的那么有那个条理性、有逻辑，对不对？通过现在这，特别是近10年来，这个西方还有像德国这样，他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为人处事，我真的越来越确信啊，确实啊，人他的那个智商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好，有的国家发展不好？当然，与过去比如说德国现在依然是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，一个是它的工业，它的基础比较好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对吧？这是正确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它毕竟呢，它有些产业还能够暂时来维持德国人很高的生活水平，但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我发现德国其实像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一样，原地踏步，或者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。从我给大家看的画面，大家也知道，这是德国首都，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，德国首都它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昨天我上街，我去了德国一个街区叫 Neukölln， 而这个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到了伊拉克，到了巴格达。我昨天去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街区。我发现真正的狭义的德国人几乎看不见，真的，我以为到了中东某个国家，到了巴格达。而且有些地方东西的牌价呀，还有那个东西的名字啊，都是用阿拉伯语的，没有德语了。还有街上我走过去，听到他们讲话，我什么都听不懂，没有德语，都是那种语言。我估计呢，可能是阿拉伯语。阿拉伯语应该它有很多不同的方言吧，比如说伊拉克的有他们的阿拉伯语，或者还有什么叙利亚的可能也有他们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具体我不知道啊，我是猜。当然，我真的不反对外国移民来德国。我认为只要德国法律允许他们来，那我作为一个外来移民，我也不能够批评其他外国移民啊，对吧？谁都来这里也好啊，谁叫你德国法律允许他们来呢？所以我现在完全看开了，你这个德国今后发展怎么样与我无关。这也是我现在越来越坚定了，我为什么想放弃德国籍，申请重新加入中国这个国籍的原因。因为我觉得像欧洲像德国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陆，没有希望的国家，至少目前我的认知是这样，也许今后会变。我就是说从2025年我的认知来看，中国和德国如果这样比较的话，我绝对认为100%的认为中国比德国更有发展前途。当然朋友们，并不是说中国发达了我才想到我又想做中国人了。像其他的节目我说过，至始至终我都认为我是中国人。最近呢，一个我多年的一个朋友，他看见了我关于放弃德国籍，然后重新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事，他有点不理解。
他说今后可能很危险啊，今后10年中国绝对崩溃，他是这样认为的。我就告诉他，即使你认为中国崩溃，或者今后中国真的崩溃了，对我来说，我申请加入中国籍不是主要的考量，因为我就想做一个中国人，不管他是今后乱还是不乱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而且我不认为中国今后会大乱，像他这样说的崩溃。我说，如果今后中国乱，那肯定是全世界大乱，不光是中国乱。因为像中国目前这种权力啊，这种体制，我不认为呢，中国会选出一个很庸的一个国家领导。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暴力的领袖，按照中国目前这个发展水平，我不认为中国人会过得有多惨，怎么样。而且我认为，只要你做一个守法的公民，不管你是在哪个朝代，做一个守法的公民，你不会过得特别惨，至少不会比平均要过得更惨。而那些过得惨的人，一般是什么？在一个体制之内，你喜欢出头的人，喜欢呢挑战权威的人，那种人可能一般来说过得不是特别好。而我不是呢想做什么领导的人，我也不是想挑战什么的人。像在德国一样，我也对这里的体制不满，但是我不会到街头去游行示威，因为我觉得我做一个小小的一棵小草，一棵韭菜，改变不了什么东西。所以我宁可呢，我选择做一个消极的人，在这个社会，但是我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回到德国这里，你看，我来到柏林，真的感慨万千。我就觉得，德国政府，不管是这届政府还是以前的政府，都是不合格的政府。如果合格的话，德国这些人，或者德国现在经济不会那么惨。前几天，德国新总理就说了，德国现在这样的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呢，不能持续下去，也就是今后的福利肯定会削减，不会再以前那样的了。而且现在的福利比我来德国时候的福利已经少得太多了。但是即使这样，我每天几乎都会刷到一些双元制的中介呀、留学的中介、移民中介，说德国这福利什么都免费，这样福利那样福利。有的人不知道，理解不了，看不清，是因为呢他没有在德国长期生活过的这个经验。像我们这种人，长期在德国生活的，我知道讲的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，都是夸大的，都是不对的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相信，那就无可救药了。所以我就想如果是到了2025年，还有些人呢相信这种中介的话，认为呢德国像天堂一样，这样免费那样免费。如果是真的想来德国就来呗，像这样的人不要来，让他出来，让他出来受苦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在国内他一直在什么抱怨的那个国家有多好，就是让这些人出来润出来吃苦。而且如果他们出来了还贬低自己的国家，还带走原来中国的那些财富，那就今后就不要让他回去了呗，让他们在这边过他们天堂般的生活还有另外一点，朋友们即使比如说到2027年，中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了我重新恢复中国国籍，我在德国还要再待最少10年。因为在德国你们知道吗，退休年龄是67岁。而在中国，我的一些老同学朋友女的早就退休了，因为女的是55岁，对吧？已经退休1-2年了。然后男的是60岁，有的应该是明年退休了，后年大后年纷纷也退休了。而我还要继续再奋斗10年，来到这个发达国家，要比我的老同学多工作7年，比女同学多工作12年。没办法，我也怨不了谁，只能怨我自己。所以暂时如果是我真的得到了中国国籍，我暂时呢还要继续待在德国，不得不待在德国，直到我退休。退休之后，我的想法是，因为跟我的德国伴侣
也许他有签证的问题，因为像德国这种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、这种婚姻，在中国是不受承认的，所以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。他也特别喜欢长期待在中国，其实他现在一天都不想待在德国了，但没办法，他也要恰饭，所以呢要继续在德国上班，做牛马工作。今后真的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的想法是，在我们退休之前，把德国房产全部抛掉，结果呢，可能租一套小小的房子，然后在德国当租客，其他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国外，比如说到中国那边去长期居住，因为那边对我来说，我才有家的感觉。因为那边生活成本要比这边低得多，至少比如说我待在老家，不用付房租啊，对不对？就付一点电费啊就可以了，少量的水费，因为我们家也用自来水，其实我们有井水，我们都用。你看中国的电费也很便宜，应该全国都差不多吧？民用电是5毛多，对不对？你超出了那个额度，它是阶梯制的，可能有6毛多的，有8毛多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德国的电费是多少？我原来以为德国这个电费降下来了，哪知道没有。我的德国伴侣，因为总是他去跟那个供电公司签合同的。总体来说，德国这个电费它是一个非常高的那个水平，有多高呢？他告诉我，真的不敢相信，3毛9一度，听起来好像很便宜，对吧？3毛9，相当于4毛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年还有250欧元的，相当于一种基础费，固定的1度电不用，也会产生这个费用。那所以打到每1度平均的话，相当于在德国我们的电费现在可能是4块钱左右。朋友们，在中国我们呢是5毛多，在这里大概是4块钱呢，大概是7倍左右吧。但是德国它的收入没有中国的7倍啊，可能是3到4倍。那么这样平均下来，德国的电费是中国的双倍，按照那个收入的那个水平那个比例啊，是挺贵的。而德国的电费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，甚至有的德国媒体说是最高的、最贵的。综合成本啊，综合生活这个开支，不光是吃饭呀，还有其他很多开支啊。德国大部分人都是租房族啊，这个租房的这个费用是他们很大的开支，所以综合这个生活成本在德国现在非常非常的高，它物价水平非常高。不要相信有些人吹德国的，或者是中介啊，认为啊说德国这个生活成本多低啊，你看物价多低啊，他们只是给你看超市最便宜的打折的东西。难道你每天都去买打折的吗？你每天都是吃营养的面包吗？你的生活你难道不想享受吗？对吧？在德国你看很多人1个月上次馆子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行为了，因为没有很多的余钱，因为上馆子太贵了。虽然看起来只有20-30欧元，听起来不多，但是德国很多人除了固定生活成本之外，然后剩下的钱真的很少，打的就更不敢了。还有啊，我发现德国人跟我们吹的不一样，不管是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中国自媒体，好多人吹啊，他们的公民意识很强呀，他们的公德心很强啊。但是我发现真的不是这样。你看我拍摄的没有任何的滤镜，我也没有专门去拍，我就是走出去，我居住这个大区的附近，看到就这样。你看街上的脏乱差，对吧？那么多的垃圾、碎玻璃瓶等等等等，然后涂鸦，这是有公德心的表现吗？到了2025年，中国人真的应该祛魅了。像德国这种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的，都是这样的情况。你觉得难道中国不比他们做得更好吗？同样是中国的城市，不仅是首都，任何中国的即使是县城，我都认为要比德国这种城市这种卫生要好几个档次。但话说回来啊，德国的农村大部分是相当好的。我觉得如果说德国是发达国家，那主要是看他们农村，因为他的农村我认为不管是从生活质量来说，大部分啊出去那些交通特别不方便的地方，大部分德国农村我觉得他们的居住从环境来说还
还有他们的生活质量来说，我认为要比城市更好。所以呢，德国的发达，我认为主要是要看到农村啊。如果是城市，你看，它这个地铁有多少年没有投资了，对吧？还有他们的城市居民这种楼房也好，还有这个基础设施也好，有多少年没有再投资了？完全比不上中国，真的完全比不上，跟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。所以综合来看，中国很多方面要比德国更发达。如果是说发达国家的话，按照今天2025年这个定义，我觉得应该改了。中国如果是跟所有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，我觉得中国绝对是与比如说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至少在一个等级吧，在一个水平上面嘛。甚至呢，我认为中国很多方面要比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还要更好。所以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定义啊，是原来是由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来定义的。这个定义早就应该改写了，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。一说到西方发达国家，好像他们一个是体制啊特别的优秀，另外一个他们好像高人一等一样。其实并不这样。在德国街上看到他们穿的怎么样，比很多中国人还更差，不讲究。看到街上他们居住的环境，当然德国人他房子里面还是不错的。有一说一，德国呢，我认为啊，在全世界确实它可以排到比如说20左右的位置，但是中国排在60多位，我就觉得不切实际。至少如果德国排在20位，中国绝对可以排到40位，甚至更高一些。就是说，如果是按照西方目前这个定义啊，中国是非常吃亏的。当然，中国是这样闷声大发财，中国默默的发展，突然就让知道中国的外国人特别的感到惊奇。怎么中国这么发达，这么先进呢？基础设施怎么这么好呢？他们那么感到惊奇，就是因为过去呢数十年如一日，西方因为他们掌握着国际话语权，所以呢，即使是不发达国家，他们引用的消息来源很多都是西方国家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对中国有非常错误的片面的认知。另外呢，还认为中国经济呢也不怎么样，很穷，老百姓什么都买不起，是呢汽车也买不起等等。所以现在西方的老百姓其实啊，他们是非常的无知的，非常幼稚的，也非常可怜，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。不过，像西方这个制度，它就是呢，希望他自己国家的人民更加愚昧，这样呢，能够更好的控制，通过他们的媒体啊，掌握话语权，然后呢，给他们洗脑，这样就可以永远选出一些他们认为好的一个政党、好的国家领导人来带领他们的国家。哪知道现在是越往下就越往坑里带。所以你看啊，我现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首都柏林就这样子啊，这是一个缩影，一个国家首都变成了这样，你觉得德国这个国家还有救吗？虽然瘦死了骆驼比马大，但是德国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。这是我又次来到柏林之后给我非常深的感悟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中国有这么好的环境啊，大家有个安全感。只要你勤快，即使你缺胳膊，不至于挨饿，不至于露宿街头。比如说你是农村的，缺胳膊了，少腿了，我可以99.9%的肯定，这个人绝对可以评得上五保户。五保户在农村享受什么福利呢？首先，政府呢会每个月发给你大概有500多块钱，然后呢，政府帮你盖房子。如果你有病了，1分钱都不用付，真正的全免费。那如果你在农村，你用400-500块钱，即使你不能下地干活，但是你从邻居那里叫他们卖点这蔬菜水果给你，他们肯定会卖吧。左邻右舍，只要你这个人本身你这个人不是恶人，绝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非常的善良的，也有感恩的心，也有同理心。他看到你这个人平时那么老实，然后呢缺胳膊了，如果你说向他买这个蔬菜水果，人家肯定会送给你，因为都是自己地里的东西，你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，对吧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不好意思要你这五保户的钱，所以在中国大部分人真的是有保障的。再加上我们农村每一年医疗保险
420块钱，这是我们广西2025年的这个标准，420块钱相当于50欧元1年医疗保险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病，那就可以报销大概70%左右。综合考虑那些不能报销那些检查呀、药啊，大概比如说住院去了1万块钱，那么你全部自费的大概是一半左右，5000块钱。这是我母亲住院几次之后，我父亲也住过院，我总结出来的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大病特病的话，一般的家庭就不会有非常大的压力，当然肯定有一些压力。还有些大病的，如果你没有买大病医保，比如说你自费要10万块钱，确实你无法付这个费用，怎么办？可以去当地的政府那里申请这个大病补贴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去申请，我相信政府呢不会扔下你不管。有的人可能说我们那里没有啊，大部分其实他没有去申请，不懂得去申请，所以呢，与你们比如说你是农村的，与你们的村干部有很大的关系。最基层的人，如果是他为民着想，他绝对会帮你的村民争取很多东西。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这个政策，有，但是呢，中国特别是中低层的人，他们这些人他素质参差不齐，反而在中国的中高层，特别是高层，他们是非常好的，也非常有能力，也有水平非常高的智库。凡是越往下，山高皇帝远，他们执政的能力就越差。最后呢，总结一下啊，这次来德国首都柏林，真的让我感触非常深。然后在与德国新政府、德国总理啊，还有德国的新的那个外交部长，他们所作所为，让我看到德国这样的体制选不出好的领导，所以呢，整个国家今后只会越来越差，不会越来越好。因为现在德国总理就说了，德国福利系统不可持续，肯定今后要削减福利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德国总理说了，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来支持乌克兰。自己国家老百姓照顾不好，还有钱照顾乌克兰，这就是那么诡异，对不对？但是即使这样，有些德国老百姓还是看不清。那我只能说啊，今后德国人的苦难配得上德国人的认知。你们说呢？